这个人他在海里面自由泳。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星期天啊，今天的这个温度啊有35、6度。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新闻啊都在播报，就是热浪啊已经席卷了西班牙，西班牙已经变成了一个烤箱啊。在马德里啊，或者说南部的一些城市，现在有40多度。平时我们这边啊，还有那个像巴塞罗那什么的，基本上只有30度左右啊。但是今天都也到了34、35度，真的是很热啊！就去年这个时间，我们是跑到那个西班牙的北部，去了那个奥维耶多啊这样的一个北部的城市去度假。然后呢，那边现在差不多是一个春天的啊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今年不想去了，一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像他们本地人一样啊，就是在海边这样度过夏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就是节省一点吧啊，因为跑去的度假呀，然后酒店呐、机票呀，这个费用成本也不低。再加上其实很多人啊，他们也要到我们这边来度假，其实一样的，就这里也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又何必再跑远了呢？是吧？所以呢，今年我们就打算啊，在这个海边度过。一方面呢，也可以体验一下啊，就是最热的天在海边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呢，这已经不是在海边晒太阳了，对吧？应该是在海边躲太阳啊。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有网友就咨询我啊，不止一个网友咨询我，就是说法国吧，啊，说意大利吧。所以呢，我今天想聊一下法国啊，就移民到法国，然后呢，法国的这个长期访问签证和西班牙的非盈利对比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呢，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各自的优势啊和缺点。首先呢，法国啊，巴黎，就是我过去啊，如果说啊，就填很多那种网站资料什么的，不是要留一个问题吗？就是万一你的账号密码忘记了，每一次呢，他如果说你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啊，我都会在填巴黎，因为呢，就是我曾经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城市让我选择长期的居住，就永远在那里，我就会选择巴黎。巴黎呢有太多太多的我喜欢的东西了啊。首先这个悠久的啊这个历史，漂亮的城市文化啊，无数个这个知名的艺术家的留下的这些足迹啊，当然也有法国最著名的纪实摄影师布列松，对吧？啊，就太多太多了。反正巴黎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就只要我过去来欧洲工作或者是旅行，每一次我都要去一次巴黎的。啊，就哪怕是这个工作完成了，最后我都要去巴黎玩几天。我说起两个事情吧，啊，一个呢是我在巴黎那个时候呢，一个酒吧，我坐下来
喝咖啡啊，我看到一个黑人的女性啊，打扮得非常的时髦，很优雅，在那边喝一杯红酒，然后另外一只手在抽烟，还在看一本书，你就能为那个当时的那种氛围啊，你就被它吸引。然后呢，我就在那儿看了好久，看了好久以后呢，这个人就站起来走了。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就是他起来的时候是拄了一个拐杖，然后他的一条腿啊是假肢啊，就是一个假肢。所以我当时内心啊，我大为的这个觉得非常的震撼啊，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精神的力量啊，就是普通人做不到的。然后我在其他的城市我也没有看到过啊，就是我也去过世界上不少国家不少地方，我没有看到过这样，你就觉得好像他活的这种自信感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差，甚至还超过了的，就是普通人这种精神的力量。第二个呢，是在卢浮宫附近的一个星巴克里。那么那个星巴克呢，这个厕所呢是在2楼。那我就在门口呢等。我当时呢是坐在一个椅子上，因为它这个厕所外面还有2桌嘛，我就坐在椅子上。后来呢，就里面的人出来了，就后面人就直接进去了，因为后面的人是后面来的，他没有看到我坐在椅子上。这个时候就在边上有一个老者啊，这个老者马上就拉住他，就跟他说是这位先生先来的。虽然这也是件很小的事情吧，啊，但是我觉得呢，巴黎这个城市这一方面，我觉得它一直在进步。因为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去问路啊，我是用英语问路的。虽然我去之前，我也知道就是法国人不喜欢人家说英语，好像甚至有的问路他会听你说英语，他不会回答你。但是呢，我还真的就碰到这个事情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法国人是不是特别的骄傲啊、高傲啊什么的啊，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差不多也有10年了吧，就10年这样下来啊，真的我觉得法国现在就起码巴黎啊，我觉得在对待人的这个平等方面，我认为它一直在不停的在进步。那好吧，那我就接下来就直接进入正题啊，说一下这个居留的问题。那么法国呢，它叫长期访问签证。这个长期访问签证呢，其实也是在你的所在国先提出申请，要求呢就是首先你要有不在法国的收入啊，就是你这个收入是来自于法国之外的，每年呢差不多是在2万欧元啊，它官方要求是在每个月只要满足1500欧元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差不多反正2万到3万欧元吧。当然了，这个资金的证明啊，这个流水是要非常严谨的，要符合那种会计师的银行的那种标准啊，这个我觉得比西班牙的要严格。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有那个私人的医疗保险，要完全覆盖的啊。如果你是带
你的配偶啊，比如说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或者说你是要带孩子，那么你也要就是为他们买保险啊。然后呢，你的孩子呢也是可以在法国呢是可以享受就是免费的公立的教育啊。那么当你申请出了以后，这个签证呢，第2年呢，你就是在法国进行一个续签，满5年呢，就居住满5年啊，签证满5年，这个签证就你签了满5年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申请长期居留。满10年呢，然后你再通过语言的考试和那个文化的考试呢，你就可以加入法国的国籍。那么应该来说呢，大部分它和西班牙的这个非盈利居留呢是差不多的啊，就是说只要你收入不是在你所在国啊，就是你在法国或者你在西班牙获得的，是在别的地方获得的这个收入，并且呢，你只要满足私人的医疗保险，你就可以申请。那么这两者区别在哪里呢？我觉得这2个东西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在审核的制度上面。就是法国呢，你必须得按照它的标准流程来操作啊。一旦你比如说居留过期了，你没有去申请，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非法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很难再申请完啊，你就很难再就是说洗白。但是在西班牙呢，就是它在这个方面更友好一点啊。我们都知道西班牙有什么扎根居留，扎根居留是专门给，就是说你没有身份的，或者说你身份不合法的，对吧？你可以转换成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居留，虽然也是要一定的成本吧，但起码它多了一个渠道。但是这个在法国是不可以的，在法国的话就是你不行你就不行了啊。那么在法国呢，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一个就是居留转换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就如果你在法国有雇主，他要雇佣你，那么你也可以从这个长期访问签证转换成工作的居留，这个是没问题的啊。那么在西班牙呢，你也可以从事也可以转换啊，但是相对来说，转换成工作居留的就少一点，转换成这个老板居留的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其他的呢也都差不多啊，但是在法国呢，就是你要掌握法语；在西班牙呢，你就要掌握西班牙语。如果这2个不行呢，那你也都是很难的啊。但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如果你很向往非常不是经济，你非常精致的生活啊，非常精致的生活，你也有这个经济的能力啊，或者说你非常喜欢这个文化艺术方面的这种生活，你也希望能拓展这方面的朋友或者人脉啊，那么我觉得法国很适合你啊，你可以就是不断的就是上升吧。其实对我来讲，我当初也挺奇怪的啊，因为在法国啊，我过去从事摄影，像法国的 Coco 香奈儿还有爱马仕都是我的客户。理论上啊，我去法国再就是继续从事我的工作的话，那么应该来说呢是比较容易的。并且呢，我过去啊，我也去法国工作出差过很多次。但是人的命运呢，就是有时候和你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啊。我在西班牙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我居然就在西班牙生活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确实命运啊，命运弄人吧。
但是呢，如果你喜欢实在的、性价比更高的你比如说西班牙的面包、三明治我觉得都比法国的分量要大，价钱要便宜一点更实在的。西班牙人也跟法国人也有点不一样，对吧？西班牙人热情的就更热情一点说的这个粗俗一点就是西班牙没有那么的这个弯弯道道的更直接一点，对吧？不装逼一点那么我觉得呢，你喜欢这种像我这样吃吃喝喝晒晒太阳混吃等死这样的生活，那我觉得西班牙也不错。有的地方你看，像我在的这个白色海岸这边的这个白色的海滩，石头海滩，就跟法国的南部的这个海滩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这边也有很多法国人我经常碰到法国人跟我们说 Bonjour Bonsoir 我这个是模仿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好吧，我大概就先说这一点因为看我频道的也有一些网友是居住在法国的，我说的也未必都正确，对吧？反正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吧，谢谢大家。